好，昨天全代会侯友宜被正式提名了哈。正式提名以后呢，杂音会小很多了啊。虽然还是有这个那个会有，但是因为在723没有正式提名之前，他可以讲啊，你还没有正式提名啊，那我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不行呢？你这个党是怎么样？是专职政党都不能有不同意见的，没有正式提名他们。但昨天算正式提名，我认为今后声音反对的声音会小很多。但是呢，这个郭台铭他不是个党员呐，那你要怎样啊？好，那么朱立伦就喊出执政联盟，侯友宜很早那个柯文哲很早就喊说要联合政府，朱立伦说要执政联盟啊，到底有什么差别？执政联盟跟联合政府有什么差别啊？那因为朱立伦抛出执政大联盟，所以就问柯文哲了。柯文哲说呢，蓝白合不是权位的分配，要符合3条件，哪3条件呢？要政策要有共同政策，要理念要共同理念，另外要共识。要先要这个哦。那朱立伦说：“我相信水到渠成。”好像柯文哲之前接受王浅秋访问也说，给1-2个月，看看是不是能够水到渠成。大家都在等水来哈。那柯文哲说：“不要讲联合政府，大家不会相信。”他说呢，这个只有我讲，大家相信他们讲，大家是不会相信的啊。那另外呢，柯文哲等于是打枪执政大联盟。那到底有没有联络？朱立伦说他最近很忙，我们看一下。要下架民进党，朱立伦继非绿大联盟后，全代会上又抛新名词。未来执政之后，我们还要大家共同建立一个和平、安定、公平、正义的执政大联盟。但等等，这执政大联盟的概念怎么有点似曾相似？共荣社会、国家治理嘛，那对外就是台湾自主、两岸和平嘛，那对内就是联合政府团结台湾。没错，这就是柯文哲早先喊出的联合政府，其概念将是行政院长可由国会最大党来推荐。如今朱立伦也类跟进，是呼应柯文哲，还是借机吃豆腐？国会3党不过半的机会很高的，还是那句话的，还是要价值啊、政策啊、理念的相合了，这一方面的讨论应该要再多一点。开出3条件，要合作不是不可能。而柯文哲的说法，国民党小鸡有同感，蓝白共同目标明确，但没实际行动，只怕最后又是民主大联盟。好，陈昌文也投书媒体啊，在前2天我也看到了啊，他说侯友宜呢应该发起政党轮替大联盟，所以因为60%希望政党轮替啊，所以你个人要超越这个要超越这个，不能说个人最重要。政党轮替最重要，他选民在乎之者，所以他说呢，侯友宜应该出来找有声望的第3方，比如像韩国瑜，举办侯友宜、柯文哲、郭台铭的在野大决选，在10月20号之前，透过公正的民调、公正机构的民调，胜者为正，败者来辅佐，在野联合参选总统，这是陈长文他的这个看法了哈。好，到底怎么组成联合政府在野这个执政大联盟？来。孟凯，我想还是先回归了哈。昨天是3子合体的画面，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果说之后可以有第4子、第5子，譬如说像郭台铭也可以拉进来，把所有的力量都增加。海纳百川是现在我们一致的共识，那这也是真正能够跟现在执政当权者抗衡的一个力量嘛。有超过60%的民众都希望政党轮替，都希望认为说过去7年多民进党执政不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那60%的民众给聚集在一起呢？现在真的不是分你我的时候。再者，郭台铭董事长4年前他做出了一个抉择，而现在又到了一个抉择的关口。我觉得他讲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去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个原意是说，虽然千万个人都反对我，可是我还是勇往直前。可是选举不是这样子啊，选举应该是说每一票都要好，大家就要把票给拿进来嘛。那再者，郭台铭董事长昨天的脸书文，我也特别去看了，洋洋洒洒写的那么多，其实我们就是志同道合。他其实讲的就又回过头来跟韩国瑜昨天的3个愿望是一模一样嘛。中华民国要好，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以及下架民进党。既然大家都是志同道合，为什么我们不能坐下来谈呢？而谁要坐下来谈？我也承认，我也同意，候选人最少。所以侯友宜既然已经是昨天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了，真的3顾茅庐、4顾茅庐、5顾茅庐，能够沟通都要沟通。如同你昨天，你可以把身段放到最软。
在大太阳底下等待每一个人。郭台铭董事长，或者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有可能党跟党之间的沟通跟合作，我觉得也都有必要。所以李乾龙，我要再讲一个。2020年那个时候，我是新北市提名的新人啊。那时候李乾龙是新北市党部主委，他以长辈对后辈的一个提携跟照顾，他确实是对我们都很照顾，而他也非常焦虑。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大多数的民众对于现在的一个事情的一个焦虑，所以他常常也会打给我，然后一次就讲了10分钟，就讲说啊，为什么要乱啊？为什么今晚没法度好势啦？赶快来斗力。如果说现在超过60%的民众都焦虑，都认为是说，如果2024蓝营在野非绿都不能团结，到最后2024又让民进党赢去，两岸有没有可能会有战争？两岸有没有可能兵凶战危？会不会变成是之后中华民国不存在？这一些都是民众的焦虑。所以有智慧的人，不管是政党跟政党之间，不管是郭台铭董事长，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找时间坐下来，好好的开诚布公的谈。韩志强。我很感谢朱立伦主席跟陈长文老师还我公道哈，因为政党轮替大联盟我在1个半月前提出哈，那个时候其实它的概念跟朱立伦主席的非绿大联盟或者现在执政大联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哈。可是说实在话，为什么要提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也是为侯友宜着想。我认为侯友宜他要胜选啊，他要突破现在民调的困境的话，他就要展现一个我以政党轮替为我最高目标的这个决志，而且我有信心，像韩国瑜说的，我可以领导随着在野阵营实现政党轮替。那我也讲一句实际话，我在选区走，跟大家讲，你不要讲民调60%的人支持所谓的那个政党轮替，我直接问一个问题嘛，你去问民调支持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有几成？3成上下了不起啊！你要追求3成，追求60%，你当然是追求60%啊，所以。正当性的诉求，就像陈长文说的，正当性的诉求是一切的根本。那当然，大家讲执行很困难，我当然也觉得执行很困难。可是我觉得陈长文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第三方公正平台，我随便讲嘛，赵少康大哥，你就是可以是第三方公正平台啊，吕秀莲也可以啊，陈长文也可以啊，韩国瑜也可以啊。你不能期待朱立伦跟柯文哲要选总统或要选立法委员的人。都叫利害关系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成为所谓的第三方公正平台的。可当然，第三方公正平台出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这4位社会公正人士，你们如果能够集结起来，就跟大家讲说，我就发邀请函给你们3个人，你要不要来？我们来一次在野大决选，你加不加入？尊重，但是你加不加入，我都会做。那做有2种版型嘛，一个叫整合型，整合型就是11月20号之前做。好，那如果能够整合，胜者为正，败者辅佐嘛，哈。但是如果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做啊。那就抱歉，1月3号前，因为民调前10天，我们就可以做所谓的弃保型的所谓的在野的大决选啊。那你们进不进来都没有关系，找个公正的第三方，找公正的民调机构，你总要到最后你要满足这60%人的想望嘛。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初我提出这个倡议被说要开除党籍，要撤销提名，我甘之如饴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倡议了1个半月之后，今天不是绕回原来的路吗？国民党现在非常好，全代会代表没有所谓的换候的声音了，但是不代表能够胜选。抱歉，还没有否极泰来。你要走到胜选这一步，尤其是要带领所谓的政党轮替的胜选，国民党要有一个非常高的所谓正当性跟雄心壮志。没有别的，就是政党轮替跟下架民进党嘛。那最后我再讲一件事，抱歉，我觉得政党轮替的名字比非绿好听啊。为什么？非绿，我要遇到很多绿营的人都想下架民进党，你为什么用非绿呢？政党轮替的那个所谓的涵涉性是大于非绿的，所以有些绿营的人他不喜欢你说我非绿，他喜欢什么？我即便是绿营的，我都希望民进党下来休息一下。所以政党轮替的概念，我觉得才是最优先的概念。朱立伦昨天他讲的词是用执政大联盟啦我觉得这个也已经比非绿进步很多了啦。第一个，我也认为非绿并不是很好啦。那当然，非绿的意思其实讲的就是大家下架民进党、讨厌民进党的这个氛围。那说实在的，这个氛围，去年1126民进党这个非常严重的败选。之后到现在，你民间问起来，民进党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表现比较好一点呢？坦白说没有。
哦，那个出包还是很多，尤其在民生上的问题实在太大了。今天我们还要讨论一个缺电的问题，真的那个物价上涨很高，然后电也不行，然后各种民生的问题，只要一讲到，大家都觉得苦不堪言。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仍然持续在民间发酵。可是呢，现在是说你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呢，变成一盘散沙，这才是大家焦虑的来源。所以，不管你叫做政党轮替也好，你叫做执政，因为从党主席的角度，他提出执政大联盟呢，我觉得对于不同的政治势力来讲呢，是有诉求力的。因为我一直观察柯文哲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有讲话很直白也有些时候因为太直白了，造成有点大头病的问题，确实有。可是柯文哲的两面性是说，他有另外一面呢，他也是一个很精明的政治人物。那精明的政治人物就必须要了解说，你民众党你就算现在柯文哲名气很高，可是你没有办法过度让你的民众党在单一选区的区域立委选战呢，你要能够有所斩获，还是非常困难的。很有可能你全军覆没在区域选举，你可能是在不分区的部分有所斩获。可是你如果用很小的立委席次然后呢，到时候很寄望说自己要赢者全拿，那整个中央执政跟台北市那个完全不同概念的地方，你柯文哲也不可能再靠什么 iVoting 啊，什么大家来推荐啊，什么搞一大堆你也不认识的人啊，你就想要来治理一个国家，这个是不现实的。那这个不现实的问题，我相信当了8年的台北市长的柯文哲自己了然于胸。所以他如果现在虽然名气高，虽然民调不错，可是他如果不认真的去思考所谓的执政联盟的合作方案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民众党也是非常脆弱的。更重要的是郭台铭的问题，723之前或许是国民党的问题，但是723之后郭台铭可能会变成柯文哲很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如果一旦郭台铭也独立出来，他抢最多的其实是柯文哲的选票跟支持度，反而侯友宜还能够维持一定的支持。不，基本上了就是说民调都做出大概60%甚至超过60%人希望下架民进党。秦师齐路，天下英雄共逐之为什么搞蓝军这么乱？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有机会。假如上马英九刚下来，蔡英文那时候出来，民调很高，国民党声势很弱，国民党没有人要选了，记得吗？朱立伦当党主席，他也不要选了。这个洪秀智说好，那老娘出来了。对，他洪秀智当时想要抛砖引玉啊，结果呢就是他，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机会不大，现在觉得机会很大，所以郭台铭要出来，柯文哲也出来，这个侯友宜也出来，之前国民党什么朱立伦的时候也想等等，所以呢就变成说真的是这样搞得反而很混乱。不过我觉得了，你从政治的现实面来看，侯友宜是昨天才被提名侯友宜是昨天才被提名的，所以先跑1-2个月嘛。那郭台铭要去联署就联吧，1-2个月以后，这个刚刚志强讲那个，也许可以用到。但是你现在叫他们不动，侯友宜说我昨天才提名，你今天叫我干嘛？对不对？郭台铭说我才1000万人，我不怕的先跑1个月，然后看看到时候要怎么样，要不要做民调，要不要比赛？那个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水到渠成。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到底要不要蹭柯文哲？国民党说会记更严谨的规范。因为我也讲了，侯友宜算是被提名了，之前还没有算被提名了，现在正式提名了，有自己的候选人了。徐巧芯就喊说要走出同温层啊，你们不要在自己同温层取暖了不要把饼做小了那到底会怎样那朱立伦要处置谁吗？还是没有要处置谁吗？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说希望团结一致啊。
哦，所以呢，蓝营的小鸡就是立委候选人啊，其实不叫小鸡啦。立委候选人如果靠拢郭台铭、靠拢柯文哲，要怎样？党纪要不要处理？你看一下。上周才上民众党网络节目，北市议员徐巧芯又是呼柯文哲，又是谈蓝白合，虽然不是站台，也非助选，被认定没违反党规，但全代会之后可能踩党纪红线。党纪当然会更加的来应该做要求，毕竟政党之间还是有它的界限，所以我们希望国民党还是要有一定的纪律。也就是说，以后党员上民众党直播和节目等，可能被视为蹭柯行为，统统都不行。但就怕党内母鸡不够力，要选的小鸡还是很焦虑。就不要只会找立委候选人的麻烦哦，我们就退1万步或是1000万步来说，就算再不合理，只要有规范，我们都会遵守。虽保证按照规定，但基层希望蓝白合或非绿团结声音持续。尤其侯友宜民调低迷之际，马英九好友法律教授陈长文更投书媒体，请求侯友宜发起政党轮替大联盟。好，这个《中国时报》社论说呢，国民党不要忘掉啊，你其实支持度只有20%哈。那怎么办？光靠你当选不了哈。来，发言人指责，我觉得在7月23全代会之后，完全没有换候的问题，只有换党执政的问题了。这个换候包含把侯友宜从总统参选人变成其他，甚至是什么副总统搭配，完全不可能。刚刚永平姐也讲了嘛，你就算把侯友宜换掉，或者说转为副总统参选人，那请问找谁来当？柯文哲吗？还是找谁？不是我觉得这个几乎不可能啦，哈。那大家都同意说在野的力量要集结、要合作，这都同意。可是国民党走到这一步了，如果还有人要动摇意志，我觉得不可取。我说的，大家都希望赢啊。那至于朱立伦主席抛出什么执政大联盟啊，这点你们的了解还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事跟你们讨论过？我说真的没讨论过哦。那我觉得啦哈，你要我分析的话是这样子，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呼应那个柯文哲他之前提出啊，联合政府啊。可是你要知道这2个概念我认为不一样。柯文哲联合政府是包含如果民进党是在立法院得到多数，我也可以去任命他民进党当那个行政院长，当内阁等等。可是我认为朱立伦主席抛出这个执政大联盟，应该是排除这个了，因为如果包含的话，那就太扯了。换言之，这个朱立伦主席还是比较概括性的，就是说在野力量要整合啦，不管是柯文哲也好啦，这个郭台铭董事长也好啦，那是这样的一个呼应啦。可是我不认为这个主席啊，朱立伦主席他曾经有一丝一毫想过说，能够来这块嘛，让侯友宜民调低，再把他换掉。我觉得这绝无可能啊。那至于所以我觉得讲到这个，我觉得国民党就是说慢慢会有起色，我就不要急，跟这刚才的猪崩，你知道吗？你要被猪血，你刮了黑的，崩够该没血啦。那再来我要讲就是说这个当然这一阵子有一些党内就其实都好朋友啦，巧芯啦、元之啦、思港弄好朋友啦就去参加去其他的活动啦。我讲的这郭台铭啦柯文哲等等。那我要讲坦白讲是啦。郭台铭虽然没宣布参选，可是你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某种程度大家还是觉得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嘛。我也知道小鸡们很辛苦，打人都辛苦，可是就是这样，大家才要同舟共济嘛。坦白讲，现在是逆风而行，可是就是因为逆风而行，大家才要手牵手嘛，是不是？如果你手放开了，大家更弱。所以我觉得这个疾风知劲草啦我必须要说。过去侯友宜当市长的时候，帮这些人很多人不是帮这些，帮很多人都助选过，都站台过了那我认为大家如果说只要拿现在此时此刻的民调去断定说侯友宜被调啦、没好啦，今晚怎么样？我觉得言之过早。这个时间点不需要那么急，而且我整体而言，包含723过了，包含这个侯市长之前来这边来受这个赵刚。这个大哥的专访也提出很多政策，后续我们还有很多选举步骤要走嘛，所以大家拭目以待。我认为国民党会赢得这场选举的啦。那曾宇刚刚这个职责也提到，这个柯文哲曾经讲过，那如果他当了，不排除因为民众党就10几席立委最多嘛，那让这个最大党当行政院长。那有记者问他，那你最大党
意思就是，比如像赖清德了，他说不排除，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啦。其实从刚刚的每一位来宾都有讲到，其实大家都还是巩固在自己党的立场上。那其实我必须还是要说啦，不管今天是所谓的执政大联盟、非绿大联盟，或者是民主各种不同大联盟，其实结构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支持者结构性真的差太多了。所以你说要合，到底要合什么？所以你看哦，柯文哲他一直说我们要有共同的政见。我们要有共同的理念，还有我们要有共识，那才是和的前提，或者是讨论的前提。那刚刚其实刚刚永平姐有讲到说了什么联合政府团结台湾，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说，所谓的联合政府团结台湾，目的是在哪里？第一个，我们要找到的是专业不会被党意给凌驾的人。我们是要专业可以超越颜色的人，这才叫做真正能够去符合现在超过60%的民意。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一点。少阳哥，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好几个月前，我都一直不断讲到说，2024最有可能呈现的是非典型的政党轮替。是有可能在2024发生的，所以包含到刚刚讲的，其实大家都一直说，柯文哲讲的怎么？其实刚刚每一位来宾讲的话，包含到朱立伦主席刚刚讲的话，其实这些都是柯文哲曾经讲过的话，但是大家在讥笑他的。但是现在慢慢的开始聚焦了，慢慢开始知道说，现在我们要符合民意，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全代会朱立伦是有听到民意的，终于听到民意了，所以不再是以前国民党的一党独大的状态下，为什么现在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声音？就是因为大家希望可以下架无能贪腐的执政党，我觉得这才是重点。所以大家到底有没有共识来讨论？我觉得这一块真的联合政府有没有可能成型？可以，你看在台北市曾经柯文哲就已经在台北市已经有实验过了。不管你不分政党、不分党派，只要是你的专业能够胜于你的党意，你的专业可以超越你的颜色，那当然大家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海纳百川，有何不可呢？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其实要去看。如果大家的共识就是下架无能贪腐的执政党的话，那当然大家有机会来。台北市的经验不是联合政府了，它是一些个别不同政党人加入那个所谓柯文哲的政府。事实上，真的联合政府就回到柯文哲自己讲的价值理念政策要讨论嘛。西方国家联合政府也是一样啊，除了说位置要怎么摆好之外，更重要就是说，那我的一些政策坚持，比方说绿党要求什么，那你这个所谓最大党要不要配合嘛？等等，到底国民党跟所谓的民众党之间的价值理念政策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看到是一致的或可以谈的？目前还没看到嘛，所以这样的谈法就是这种所谓的。讲难听也叫做政治上的合作而已，谈不到政策的部分。这件事情啊，大家要小心。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说不要再去讲所谓的白蓝河或是蓝白河？因为现在执政党已经铺天盖地告诉你们，现在他们谈的是政治分赃，他们现在开始已经在分官位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自己讲了说谁当这个新闻局长，谁当法务部长啊？如果一个国家元首对于国家的政策方向没有想象、没有方向的话，那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不要去把它导向所谓叫政治分赃或是官位分配，这就是执政。围在分官的是柯文哲啊。来志强哈，刚刚子哲一直讲说，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团结，不要再讲说什么这个万一民调不好啊怎样啊什么，现在就是他们的，不能有别人。我直接讲哈，韩国瑜讲真的是有智慧，在侯友宜的领导之下，一起下架民进党政党轮替，秦思其路，天下共逐之。但项羽不愿意讲说只有我能赢啊，刘邦不愿意讲说只有我能赢，全部要跟着我，不是。只有我可以领导大家打败秦国这个暴政啊！所以关键不是说今天一直讲我会赢，我就会赢，不是啊！自己看这《中国时报》社论，国民党支持度多少？20%，我不认为那么低啦，实际我觉得有30%，你讲的最现实嘛，政党轮替所有民调60%以上嘛。你既然要吊民罚罪，就要师出有名，最好的师出有名不就政党轮替吗？不要搞错，我现在指责过去7年政党轮替你喊几次，我喊几次，徐巧芯喊几次。今天我要帮徐巧芯讲话，我站在他旁边，记者问他第一句话是党怎么规定，我怎么做。我也讲白了嘛，我跟徐巧芯的做法可能有点不一样我的做法是什么？党没说可以做的，我现在都尽量都不做。所以你刚刚讲的说上谁的节目，抱歉我也没去上。你今天要去参加什么我也没去，那叫党没说可以做，我不做嘛。可是今天徐巧芯是什么？党没说你不可以做的，我就去做，他也没有管规定啊。那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啦。今天如果党跟我讲说 A、B、C 不能做，
我徐巧芯，我 A、B、C 通通不做，他只是呼吁党给多一点弹性，但他也强调，就算没这个弹性，退10000步、退1000步，我既然是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我当然支持国民党的规定。我在旁边，我马上要附和啊，我说党怎么规定，罗志祥怎么做。所以我要回头讲一件事啦，就是为了要侯友宜赢嘛。我当然是国民党一份子，我当然支持侯友宜，我有义务要支持侯友宜。但支持侯友宜，你要拿出他赢的办法，不是一天到晚喊我会赢，我会赢，我会赢，我就会赢，不是这回事嘛。续下再回来。好，那么之前有人说柯文哲跨不过浊水溪啊，柯文哲说我不但跨过浊水溪，我跨过高屏溪给你看哈，所以他成立了屏东县台湾选择之友会啊。那柯文哲说让台湾有新未来啊。那南台湾1天2场，他现在叫做选择之友会啊。那赖清德呢叫做信赖之友会，信赖台湾之友会哈。那柯文哲呢说要发动颜色革命。哦，他说他是白色力量，所以呢不分颜色啊，要有另外一次的颜色革命啊。那他说从台湾南端出发，要翻转历史与未来，所以在屏东成立一个选择之友会哈。那自由时报是说有400人到场哈。柯文哲说不仅我要跨越浊水溪，我还要跨越高屏溪啊。那当然这个联合报是说能不能靠空气票跨过浊水溪，因为现在缺人缺钱，到底能不能跨过浊水溪，甚至跨过高屏溪？我们看一下。满场支持者挥舞旗子迎接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进场。高雄选择之友会成立，超过2000人现场力挺，对柯文哲注入强心剂。大家有没有信心？让我们义无反顾拼一次。改变台湾的历史，带动呼口号，看柯文哲的慷慨激昂，就知道他有多激动。曾被奉董事长开讲，高雄场只有600人报名，人数太少被取消，跨不过浊水溪。如今柯文哲的场子出席踊跃，连屏东选择之友会也有500人参加，让柯文哲一吐怨气。让大家在这里我相信我们不仅跨过浊水溪，还跨过高屏溪。因为我当的是8年的台北市长嘛，过去也比较少来南部了，那所以我倒觉得这样，今天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嘛，我们还是会加强中南部的经营啊。在中南部支持度不比北部是铁铮铮的事实，柯文哲要补强得再加把劲，地方组织跟小鸡提名相辅相成，柯文哲要布局中南部，千头万绪，先从自己勤跑基层开始。怎么看？我想柯文哲他当然，因为他也是目标就2024的总统嘛，所以说他现在各地也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后援会，无可厚非啦。其实候选人每个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我现在比较忧虑的是，刚刚看很多的这来宾互相的讨论，我自己熟读三国的历史啊，董卓那个时候挟天子令诸侯，让全那个中国大陆民不聊生啊，而那时候袁绍联军啊，每一个人都是一股力量。袁绍联军号称20万大军，董卓只有2万大军，可是到最后是袁绍联军这边被打败，而变成群雄割据。一样的道理，我们还是回归到说，大家其实理念一致啊，都是希望中华民国好，都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啊，都是希望要下架民进党啊，都是希望让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可以恢复彰显啊。可是如果说大家各唱各的调，各怀鬼胎的话，那真的没有办法谈合作了哈。所以我自己身为立委候选人之一啦，其实我也在讲啊。立委候选人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除了上节目，除了昨天我全代会主持，我就讲我昨天主持上节目，晚上又去跑夜市，又去站路口，又去拜访地方的人士，又去参加很多的这个地方组织的一个稳固。所以拉回来，我觉得现在既然已经正式提名了，而我们现在确实也有其他的党的提名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提名人还是应该在上面。高层跟高层的互相谈合作之前啊，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事情。那有一些真的是相对来讲会让大家引起联想的事情，能少做尽量少做了，并不是说这样做会怎么样，而是真的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嘛。选举24小时，我们讲说候选人的时间其实非常宝贵。我不一定说一定完全都是空战，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勤跑基层，让基层的民众看到我们的努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帮我们的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来加分。而更重要的是，其实很多时候地方的民意不了解说我们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也透过我们每一个民意代表去来深入基层。那最后我要讲。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跟民众党的朋友，或者说其他政党的朋友不好哦。在立法院过去3年多，我在交通委员会跟邱成远、跟赖香伶，或是跟时代力量的陈嘉华委员，我们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是民进党他们透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就是想要分化你们，就是最好是你们狗咬狗，最好是你们自己两强相争，我隔岸观虎斗。所以，在野的朋友。任何想要促成执政大联盟的朋友，不要中计。我们真的希望高层好好的沟通，开诚布公，沟通好之后，我想最后2个月，我们的路会非常好走。而所有的小鸡，所有的母鸡，一致面对下架民进党，我想这才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联合报的这个说法哈，民众党缺人缺钱，柯文哲能靠空气票跨过浊水溪吗？哦，问号。我觉得联合报这种分析是比较有了解台湾选举的分析了哈。说实在的，4年前我是经历过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总统大选跟立委选战，当时有看到有实际参与韩国瑜的那种场子，多感人哦，场面多盛大。然后呢，韩国瑜的那种空战能量占据媒体的话题焦点、流量的部分到什么程度？可是当时的国民党呢，被民进党在很多地方打败，就是缺钱啊。民进党利用执政的优势，把整个党产卡住了之后，然后不断的削弱各种的这个愿意支持国民党的金主的力量，各方面的部分，让很多的候选人在募款上面也遭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上一次的选举，在立委的真相是，民进党在很多地方买票。而且蔡英文，这不要随便指控。我的选区我可以作证啊，我实际去调查局检举啊，他就不办啊，说上高层压下来啊。那像这种问题，在上一次如此的明显，让整个执政的压力下来的时候，你说今天柯文哲想要完全靠空气，然后在地方组织相当薄弱，只是我们真的比一比哦，柯文哲现在有没有办法比4年前的韩国瑜？如果没有办法比到4年前的韩国瑜，他要如何的靠这些空气？而且他比国民党还更不有钱哦，还更没有传统的支持国民党的金主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甚至现在想独立参选的郭台铭也好，真的大家坐下来好好的谈。一定可以谈出一种合作的方案，而这种合作的方案才能够解决大家受到民进党不公平，然后滥用执政资源压迫我们，让我们喘不过气的这种处境，真的能够改变。其实刚才提到，刚好证明上一次选举是一个比较公平的选举，因为什么？过去的国民党是家大业大，用不完的党产。相较于其他的小党政党来讲，这个当然不能比嘛，所以反而是在一个比较公平的基础上，大家做一个竞争哈。不过另外一个就是说，柯文哲问题的确是有一些要面对的。刚才永平提到，就是说陆战还是要的，不可能只靠空战全台湾就可以把水票都吹出来。那陆战最重要就是说，你还有足够的人在当地，钱是一回事，最明显就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立委候选人。那国民党有他的陆战的程度，尤其最重要，他的县市首长他相对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的现任立委是比较多的。那民众党这一块，他基本上并没有区域的现任立委，他只能靠现在几个下去参选的这个所谓的不分区下去参选区域立委。所以在陆战这块人的部分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因为毕竟每个候选人都知道能够接触到更多选民绝对是好的。可是当你没有办法亲自去的时候怎么办？那你的分身就很重要。那你的分身当然最直接就是什么？你在当地有人代表你嘛，不论是候选人也好，公职也好，甚至当地的重要的头人。所以这一块的确是柯文哲要打全国性的选战，
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曾宇刚刚这个罗伟讲民进党至少现在立委最多超过半，那国民党14个执政的县市长那都是很强的基层的力量其实那所以说。民进党缺人缺钱，怎么跨越？其实坦白讲，这确实是事实对于大家试想而到，当初国民党4年的时候，民进党4年的时候，谁想得到可以来去决战总统大选？光这一点呢，其实台湾民众党能够异军突起，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走蓝绿之前的老路。如果说真的今天要比资源，要比财产，我们绝对比不过。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讲求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信念。那当然，你说我们能不能跨得过浊水溪？我们就说拿民调来看好了。如果今天柯文哲真的过不了浊水溪，你觉得他的民调有可能坐2望1吗？我相信这是有困难点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科学的数据来看，柯文哲他是不是有这个机会？绝对是有的。所以就我们现在的策略来说，立足北台湾，其实柯文哲在当市长任内，其实大家都看得到他的表现。再来决战中台湾，加强南台湾，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现在北中南包含到东部，我们全部都有台湾选择之友会的成立，所以在这一块组织慢慢的我们来开始开拓，大家会看到，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一间一间的大庙，但是我们可以用点线面的方式集成成面，这才是我们的决胜关键。好吧，能源是这次总统大选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了。上个周末，就是这个刚过去的周末，差一点断电那为什么呢？因为天然气发生了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大潭厂跟民营的这个天然气发电厂呢，那个发电量就大幅的降低，大家吓一跳，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黄子佼应该出来选举柯文哲要选老虎也是他，那个郭台铭说要选老虎也是他，柯文哲说要选择也是他都是你好，谢谢大家。那都有你都有一个折，你用过啥？你以前我用过，对啊。你选的时候，我选的对啊，好吧，还人有责也是。柯文哲也可以，支持柯文哲，不给偷用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建议，好不好？这个上周末真的很危险。我在大概9点左右，9点多突然接到王柏辉王前厂长给我的 line， 我当时还没注意到因为周末大家都很 relax 说你们注意到现在这个大潭厂那个发电已经从90%，比如90%、80%、70%、60%变成只有1/4的发电那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民营的发电厂更惨，变0了，怎么回事连这个核1、核2厂本来都停用了。连他的那个发电机，紧急发电机都已经在都提供发电了。核电厂停了，本来不需要了。核电厂为什么需要发电机？是因为当核电厂停工岁修的时候，或是发生故障像福岛事情的时候，它还是要热还是要循环来冷却。那冷却也需要动力这个动力就不由核电厂的动力，由它设置的柴油发电机的动力来提供这个电力的所以它也发动干什么？不是给核电厂用给大家用给送出去去串联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王柏辉就讲，台湾电力像吊重物的细线有崩断了一根细线吊一个很重的东西，你如果不发生事情，这是刀天之幸然后呢，第一线人员真的很辛苦，在挤电拼命挤那个电很多时候就要把这个工厂你给我停工，那工厂你只能发电，只能开工70%，要省掉30%电，想尽办法就要挤这个电那因为呢，中油出包了，台电的气是中油给的，当时好像他们在抢，说到底谁应该给气？政府现在你很后悔，这个气现在中油给，就去年这个中油赔了1-2千亿，为什么？因为天然气不准你涨价，给台电不能涨价，所以台电。虽然赔了2000多亿，中油也赔了1000多亿那是中油给气，所以呢，这个一下少了340万千瓦，少了很多的电好，那么在2017年，大家记不记得815大停电的时候，也是大潭天然气厂的这个计量站出了问题所以呢，当时影响了590万户，这是还好没有到了大断电的情况，否则不得了那但是呢，有3个多钟头，199分钟的异常所以呢，因为在7月24号晚上
天然气管线出问题。那王厂长告诉我以后，我也搞不清楚怎么，我就立刻找中广的新闻部找新闻部记者去查证。那么立刻当晚就打电话到台电去查，台电就有一个说明有一个说明，然后台电知道这个事情瞒不了，后来才自己发新闻稿公布那这个抢修3小时，经济部长王美花说呢，突然凸显天然气北送的意思就是说，所以你看你这个3阶给我们盖啊，4阶给我们盖啊，不应该从台中，因为是台中提供的这个天然气出了问题那所以民进党立委也说要挺3阶才能够降低断电的风险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天然气压得太重，50%，而且如果说绿电上不来，天然气搞不好还不止50%，可能是55%。那这数学嘛，你这个挖东墙补西墙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让我再讲一次，没有一个国家自己不产天然气，有这么大的发电的这个能源是从天然气来的。所以大家也知道，比如说最近常常什么兵推什么打仗人家一围什么这个电的来源就有问题等等能源来源问题等等。我们一共发生过40大停电的蔡英文任内2017年815刚刚讲的592万户停户，也就是供气有问题，也是大谈然后呢，2021年5月13号，这个超高压这个操作失误，462万户停电然后呢5月17号，2021年然后呢新达发电厂1号停，所以造成台湾100万户停电，小的我们都不讲了，什么30万户什么都不算了然后呢今年的3月3号，台电的新达电厂关闭。开关厂故障，所以造成全台湾549万户停电，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影响非常大，很多的电气因子都损坏的都有可能。我们看一下。那我想台湾就是现在都是南气中送、中气北送等等那所以现在正在盖的这个3阶也是需要赶快把它完工。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增加多元的气源，那也可以增加供气的这个韧性来，这个永平。我觉得王美花作为经济部长真的太轻松了，他每次都去讲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解决这个就显示我们的中气北送的困难这就南气北送什么？你一个部长你来跟我们哭诉，就好比说国家没有钱了，然后你作为政府，你应该来告诉我怎么筹钱，就来跟老百姓就哭我们就是很穷我都那这样子我请你做部长干嘛？我要你这政府干什么？就是说今天经济部部长会形成王美花不是一个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人，可是他每一次呢在票选最无能的部长呢，他永远在前3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给人感觉没有肩膀。没有担当，出现任何问题都不提出解决方案。那气的问题，你现在3阶，当时公投也本来大家要反3阶的，你民进党去挺3阶，3阶也过啦，大家也叫你去建啦。那你现在再去提说什么中气北送什么什么的问题，你现在有用吗？我迫在眉睫，没有电要怎么办？你为什么不调整能源政策？为什么不勇敢的说整个？这个核电厂你就去延役呢？现在因为电的问题本来是60%的人同意核1、核2厂延役重启核4，现在已经变得民调已经变70%了。好吧，这边有个中天那个 YouTube 的这个调查万人调查了很多人那70%民众挺，不但现有核电厂延役，还要重启核4那超过36000人参与，当然是网络投票了那有。认为说，走一步算一步的有5%，认为说绿电就可以自给自足有7%，不需要核1、核2、核3应该延役的14%，不但延役，而且核4应该重启有74%。来，罗伟，其实在特定媒体民调，我就是不回应了但很清楚就是说，台湾从以前到现在为止，火力发电一直是一个主要的发电，只是这个有变化，但现在还是超过80%以上。其中呢，最大的转变就是过去以燃煤为主的，因为整个这个近零排碳的问题，慢慢走向以天然气为主。好，今天就算你恢复核电好了，好，那什么样的配比？你要把核电增加到20%、30%、40% 吗？如果没办法增加到那个情况之下，你还是以火力发电为主嘛？那问题出现，如果你要增加核电的话，那问题出现了，一定要新盖电厂那请问一下，台湾什么地方、什么县市愿意让你增加新盖电厂？那最重要就是说，整个的绿电的部分，整个还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潮流啦。那我们在再生发电的部分，事实上在去年已经稍微超过核电的发电的一个比例。
那现在问题就出现了，3阶的确因为公投问题受到影响，稍微拖延。那现在公投过后，我们加快那个新建速度，就是要解决类似这种2阶，就是台中这一次发生这种万一它的这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中电北送出来不及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所以3阶的确是目前我们一个优先加快这个新建的一个做法。不，基本上这样了。如果核电核1、核2、核3都延哦，核4重启20%了。但是还是不够嘛？对，我知道嘛。最多，可是你至少都多了20%了。所以如果说核电有20%，然后天然气30%，但是这些电永远都有总一天要退休的问题嘛。那是一回事嘛。就是说，你以目前看，20、30天然气，30%的煤，20%的绿电，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符合多元化的。来，自强。抢救发电，人人有责啦。我说的是黄子哲，不是柯文哲。我跟大家讲，真的，2025，我跟你讲，我很同情任何当总统的人。2025就是非核大跳票，能源大灾难。你赖清德、侯友宜谁当总统，接下来都要面对这个大灾难。其实缺不缺电大家其实末端的终端使用者最清楚啦。那其实像我上个月，其实我上周我的中山大同区就已经发生大停电，1500户受影响。那到底缺不缺电呢？我觉得现在有装睡的人本来就叫不醒，现在看起来就是蔡英文的整个执政团队就是想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下一任总统。这世界上最坚强的